24年至强的一次超能新月许愿机会来了，想要接下半年全部好运的人，认真按照我给你们梳理的超详细许愿步骤去做哦。12个星座是有分组的，按照你的上升星座去对应。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上升白羊座、太阳天蝎座，那么你就看我讲的白羊座的许愿方向。这次呢，一定要以上升星座为对标，因为上升星座代表的是我们的潜意识的能量。而这次6月6日的超能新月呢，人类有很好的机会去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因为这次木星这颗潜意识之星被触发到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平时呢，每一个月也有新月的这样的一个月相，但是呢，一般潜意识之星呢是不参与进来的，所以平时的那种新月的能量就是相对来说是小很多了。那一个人的潜意识如果打开了，他就真的拥有了心想事成的本事。那6月6日的新月呢，5颗星，太阳、月亮、金星、水星、木星是齐聚在双子座位置，就给我们一次激发自己、增长自己的心想事成能力的机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按照上升星座许愿，比按照太阳星座许愿力量起码会强2倍以上，比按同时许太阳和上升2个星座方向的愿望能量呢，也要强1倍多。按上升星座许愿效果是更好的。那你要准备的许愿材料呢，有一个是手机、pad 或者是电脑一部。这次许愿尽量在电子设备上许愿，不要写在纸上。你用的设备工具跟这次新月的星座双子座的频率越相同的话，许愿的能量会越强。双子座代表的就是电子设备。然后呢，你要集齐风火水土4元素的东西，一支笔啊，任意笔都是可以的。然后一杯水，再来一个魔法蜡烛或者是一根充电线啊，一块电池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准备一小块的石头，或者是你有水晶饰品、水晶原石、翡翠玉石啊，这个当中选一个就行了。在一会儿我们说的许愿时间之内，把这4样东西从左到右稍微紧密一点，像这样摆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呢，把你的许愿的电子设备放在这4样东西的后方。当你在许愿的时候呢，双手是这样环绕着的，去在你的电子设备里面输入你的愿望。那许愿时间呢，有2个时段，一个是6月6日晚上的8点38分到6月7日晚上6点21分，这是1位的许愿时间。还有一个时段呢，也可以许在6月7日晚上的8点42分到6月8日晚上的8点37分。愿望呢，大家提前先拿一个小纸写好，或者是在脑子里面想好，在刚才说的这2个时间段里面，把你的愿望重新在你的电子设备里面输入一遍，这样许你的愿望才作数。那愿望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件事情就可以。我个人比较推崇这次大家可以许7个以内的愿望，更符合能量学的数字的配比。那许愿的时态呢，每次都有同学搞错啊，要用完成时。什么是完成时呢？这就是英语当中的时态，也就是说以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的状态去描述它。比如说我许截止到25年6月6日我已经赚了100万啊，几百万了，已经就是完成时。下面呢，我把12个上升星座这一次的许愿方向以及完成时的例子示范给你们。大家记住，虽然是在电子设备上写，但是你写完就落笔无悔，不能再改了，改后的愿望是无效的。大家许愿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好，先是上升金牛座、上升仙女座、上升摩羯座，这3个星座统一必定要许的是事业、工作、职场、官阶、晋升、功名方面的愿望。那上升金牛座呢，关键要许工作发财。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截止到某年某月我做的某某项目或者是某某工作已经有每个月或者是每季度多少金额的收入了，截止的时间、项目的名称、目标的收入金额都要明确写清楚。下一个上升仙女座，你们的关键呢是要许工作得功名、得晋升、得官阶。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啊，截止到某年某月我已经成为了某某单位或者是某某学校的什么职务或者是什么岗位、职级啊、什么名头等等的。再是上升摩羯座，你们要关键许工作学业持续长红、持续进步。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啊，我自某年某月起到某年某月为止，我这段时间都一直没有缺过工作，工作没有断档过，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什么样的公司都来找我，我这段时间持续干了这几件事情，每一件这期间都干成了，效果特别的好。然后是上升在天蝎座、上升双鱼座和上升巨蟹座，这3个星座统一必许的是清债、化疗、小人是非方面的愿望，不管是健康债、资金债、感情债、人际债、家庭债，核心呢就是要借宇宙的力量加速把这些债都清完，加速转运和成功。那其中呢，上升在天蝎座，关键要许财务、情绪心理和感情清债转运。这个转运主要呢，天蝎现在需要的是能够明辨真实。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啊，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期间我做的每一个财务决策，或者你也可以许感情，我做的每一个关于和某某的感情决策都是正确的，对我利好的选择，我过程当中一直保持理性。那上升双鱼座关键要许家庭、家人、房屋、单位、前任、内在安全感等等方面清债转运的愿望，可以是祈福家人健康变好，也可以是摆脱业力的负担。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啊，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期间，我家里的或者是我单位里的某某的什么情况转变为了什么样子。那这个样子啊，是双鱼你期望达到了一个具体的特别具象的目标，你要清晰的描述出来，不能只是说谁变好了，或者说我单位怎么样变好了。好成
什么样子，要具体写出来。再是上升巨蟹座啊，关键你们是要许小人是非、业力关系、睡眠精神啊、戒瘾、福报必有等等方面的倾债转运。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期间，我和某件事情或者和某某的关系缘分业力了结了，我重获了爱，我在这个期间的身心及精神状态变得平静平和。下面是上升双子座、上升在天秤座和上升在水瓶座，这3个星座呢，统一必许新的跟未来相关的比较宏观范围的愿望，而不要去许跟过去有关的事情，你就许新的，你现在准备新干的一件事儿，而且一定是要宏观，不能微观。这3个星座接下来都是要去做生命的一个革新创造的，未来的一个创新的，它创到什么程度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局限自己，不要许那种微观的愿望。那其中上升双子座呢，因为这次超能的新月就发生在你们星座，所以呢许愿方向不限，双子可以这样子许啊，比如说截止到某年某月，我已经过上了开了什么样的车子，住了什么样的房子的一种生活。那你这个车呢，许愿的时候不要具体到哪个牌子，或者说哪几个牌子哪一款，你就给一个大致的范围，剩下的呢交给上天。下一个上升在天秤座，关键许跟考学、跳槽、转行、人生跨越到新的高度方面的愿望。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许：截止到某年某月为止，我已经到什么什么单位干得很顺利了，我已经完成了某个领域、某个专业或者是学历的一个挑战升级，成为了某某领域的专业的行家、专家，不限定说自己拿了多少分，也许你能完成更高难度的一个挑战呢。接着上升水瓶座，关键要许跟荣誉、创作灵感、设计、创业、生育、子女、艺术表演等方面的愿望。比如说可以这样许：截止到某年某月为止，我投入在什么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什么关系里面的热情和努力，获得了我自己感觉超丰盛的回馈。具体这个回馈大到什么程度，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尽量不以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的标准去许。这3个星座未来都是很不可测的。再来是上升白羊座、上升狮子座和上升射手座，这3个星座呢都统一必许跟增加数量有关的愿望，比如说促进交易的单量、增广人脉数量、人际资源等等。其中上升白羊座呢，关键要许知识技能增多、销售客户增多、单量增多方面的愿望，靠数量取胜。比如说可以这样许啊：截止某年某月，我把什么什么什么这几本书、哪些课里面的内容都熟练记忆掌握了，靠着这个发财了。找我的客户每个月或者每天平均都有多少个，因为白羊座接下来的一个发财总量是根据你的知识技能的一个总数量和人头数的一个总数量去决定的，你不要直接许每月达到多少收入，可能反而局限了自己财富事业的一个格局。下一个上升狮子座，关键要许合作合伙、团体的数量、社团的运营、加盟等等方面的愿望。比如说可以这样许啊：截止到某年某月，我在某某团体当中做事获得了怎么样的收益，或者是怎么样的收获，我已经成功加入了某某组织，成为了当中某某岗位的一员。还可以许，比如说你在一个通讯软件当中有一个组，这个组可能有几百人，都是你组织起来的，那狮子座就可以许：截止某年某月，我的某某这个组里面有多少人过来找我，达成了超过多少单的交易，或者是有多少人给我介绍对象。接着上升射手座，关键要许加强和客户、伴侣、合作方等等1对1的这种关系方面的一个愿望，从这种1对1的关系当中去获利，增强这方面的力量。比如说可以这样子去许啊：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我拥有了超过多少个的优等客户，或者是签约合作方，或者我和一个优等的正缘对象在一起了。具体对方是什么类型不要去写，因为那个是你的主观判断，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个愿望的一个额度。那大家所有人在电子设备写完愿望之后，要保存文档或者是截图保存收藏。实现一个愿望，就在这个愿望后面打一个勾。这个愿望清单的有效期呢是可以保留1年，尽量许1年或者是1年半内符合客观可实现的一个可能的心愿。祝大家都梦想成真，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拜拜。